我是黑佳佳，我是一名职业棋士，学围棋超过20年。小时候会有几个同学就是一直赢不了，那时候每次跟他们下就会有一种很期待、很兴奋的感觉，就是会很想要击败他们。职业棋手就是下棋风格都是蛮凶悍的，都很喜欢杀棋这样子。那佳老师，我觉得完全就是另一种风格。我觉得女生不会输男生，在我看待就是佳佳老师的逻辑也很好啊。他的意志力啊，各方面真正的那个态度都是非常非常好的。Joanne Missingham became a professional Go player at the age of 14, won a bronze medal in the women's team event at the Asian Games at 16, and was promoted to the 7th Dan rank at 21, becoming the highest ranked female Go player in Taiwan. During her youth, Joanne spent 10 hours a day practicing Go. She didn't find it hard. Instead, she enjoyed it. As she grew through the intense matches, how does she interpret the spirit of Go? What has this sport taught her, and what kind of drive and passion have supported her on this challenging journey? At 30, Joanne, with her ethereal demeanor and bright, penetrating eyes, has been playing Go since she was 6 years old. She became a professional Go player at 14 and achieved the rank of 7th Dan at 21, making her the highest-ranked female professional Go player in Taiwan. 我是14岁考上职业棋士，然后从可能13、14岁的时候开始，那时候大概每天的训练就是10个小时左右。那其实我有一段比较特别的经历，就是我11岁，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全家人是到了美国去。那时候到美国去，就是因为没有围棋老师的关系，所以就只能透过网络上，就是有点半自学的概念，然后就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找对手下棋，然后还有就是看很多的棋书，所以从那个时候虽然还有在念书，但在美国念书是2点半放学，所以其实也是有蛮多的时间可以下棋，所以那个时候大概一天的训练时间大概是6个小时。其实我觉得训练时间都是很开心的，然后就是你会没有意识到，就是已经过了这么多个小时，就可能你很认真的在研究一盘棋或者是一个局部，然后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其实并不会觉得那个时间辛苦或者是困难，那就是一个很快乐的时间，然后就是时间就过得很快。Because right now you still haven't got much land. Yes, If you hadn't killed this corner, I was probably in a good shape. yeah, you were in a good position. So I should have protected this corner, and I would have been fine. 学围棋的整个生涯当中，帮助我最多，我最感谢的应该是我父母，因为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我11岁去美国之后，其实是没有就是围棋老师，也没有围棋环境的。但那个时候，就是我还是很想要继续下棋，然后我父母也是就是愿意支持我，然后让我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妈甚至后来还有在网络上帮我找老师，所以等于说，其实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哪怕我的父母都不会下棋，但他们依旧是很支持我的一个状态。At the age of 14, Joanne began her professional Go career, choosing to focus on this path instead of pursuing further education like her peers. Her dedication set her apart with daily practice sessions exceeding 10 hours, and she soon gained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不管你多有天分，其实一定都还是要努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定是要天分加努力的。对，我觉得多少就是在围棋上面应该是有一些天赋，但我觉得所有的世界冠军，哪怕他们有天赋，他们也都是得付出很多的努力。At 16 years old, Joanne represented Taiwan at the Guangzhou Asian Games. She not only secured a bronze medal in the women's team event, but also achieved an impressive 4th place in the mixed doubles event. 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应该是2010年的亚运，那时候我们最后一轮，然后对上日本，就那盘棋，就是如果我们团队赢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铜牌。那其实前期就是为了亚运这个比赛，其实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在最后那一轮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可能心态也不是很好，然后状态各方面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导致一上来就是一直是苦战的一个
局势。然后下到中盘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非常想要投降，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我接下来下一手棋应该下在哪一个位置了。然后那时候就看着棋盘，然后就是有想要投降这个念头，然后我就觉得我有种想哭的感觉。但后来就是一想到，就是为了这个比赛，就是准备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付出了这么多，我觉得就是不能在这个时候就是轻易的放弃，所以后来就是有继续接着下，然后对手是后来有些失误，所以是有顺利的翻盘，然后赢下来。With more than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Go, Joanne excels in the predominantly male-dominated realm of the game. She employs a distinct style that is entirely her own, never hesitating in her moves and always showing resilience. 我觉得我自己的棋风算是比较稳健跟保守，那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是我自己一直想要去突破的一个点，因为我觉得当你棋风是很稳健、很保守的时候，你形势不利的时候，你其实就会很难翻盘。多数的女职业棋手就是下棋风格都是蛮凶悍的，都很喜欢杀棋这样子，然后就是拼计算一直猛烈进攻这样子。那姜老师我觉得完全就是另一种风格，然后就是很就刚前面说很稳，然后有点前面我觉得排兵布阵也是蛮步步为营那种方式，就是不会下得太躁进，急着要去攻，对，所以这应该是跟其他女职业棋手最大的区别这样子。我觉得女生不会输男生，但是应该是整体学棋的基数去造成的，因为学围棋的女生一开始就比较少，所以男生是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产生的佼佼者或者说最顶尖的棋手，男生的可能性是大，但并不是男生比女生厉害或智力比较好或逻辑比较好。在我看待，就是佳佳老师的逻辑也很好啊，他的意志力啊，各方面真正的那个态度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有感受到学围棋的女生越来越多了。像我自己在实体的课程里面，我们的段位的女生的比例大概之前都是在2成，每10个人里面有2个女生。大概这2年，我有特别感受到，就是10个人里面有3个到4个的女生了。期待有一天我们的女生学习的总量比我们男生还多，那应该女生称霸世界棋坛的那一天就会来临了。对。Despite Go's millennia-long history, no two games are ever identical. For Go players, each match presents a realm of uncertainties. What skills does one require to emerge victorious in a game of Go? 我觉得应该是判断力，就是你在下棋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一直判断着局势，然后去想说现在这个盘面最重要的地方是哪里，而不是就是一直纠结于一个局部，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一个局部占到了便宜，但你却失掉了全局。应该说自己的情绪也会尽量保持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情绪起伏其实多少是会影响到你的判断力的。就是当你保持在一个越冷静的状态，你做下的决定才会是最好的。就是你不能有什么很冲动的情绪。就是我现在刚刚下错了一步棋，然后我现在就变得整个人很暴躁，然后很冲动，这样是没有办法继续往下下。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会问你脉络。就是譬如说我们今天活动是这样，他会说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是通常我遇过女艺人或是女 KOL 很少会就是很在意这个细节，但她就会知道说，你是怎么安排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这个就跟我觉得她下棋的那个思维很像。Those familiar with Joanne often characterize her as composed, logical, and dependable, mirroring her own playing style. Yet beneath this exterior lies an adventure spirit and a drive for personal growth. 我觉得有的人的棋风会跟本人很像，但我觉得我的棋风跟我本人其实没有很像，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做一些比较刺激的事情，像是高空弹跳或者是跳伞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本身其实是有冒险精神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棋上面反而变得很保守。那我觉得棋上面保守最不好的一点就是刚刚有说到的，就是当你局势不好的时候，你依旧很保守，你其实就是会
很容易就把这盘棋就这样下输掉了，就是等于说你基本上没有一个挣扎的过程，你这盘棋就输掉了。2018年的扇形杯，然后那一次比赛是我觉得我有突破我自己，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我的棋风一直都是很稳健、很保守的，然后我一直想要去改变这件事情，然后在那一次比赛当中，我下了3盘棋，然后我觉得3盘棋都是有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觉得我有去下一些我以前可能不太敢下的东西，就是不再下的那么安全的一个下法。In addition to pursuing advancements in Go, Joanne has ventured into various challenges with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exploring music, modeling, film, and television. 当时碰到的情况比较像是境界上面没有办法突破，那我觉得这个跟我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习惯有关系，因为当时就是我基本上每天就是在训练，所以我不会接触到任何新的人事物，所以我觉得我的视野一直都没有办法开阔，不管是我的眼界或者是我的境界都是没有任何成长的，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需要就是跨出我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去接触不一样的一个人事物。我刚加入经纪公司的时候，他们就帮我安排很多课程，还有包括发声课，然后表演课，然后美姿美仪课，然后其中我觉得比较感兴趣的应该算是表演课。然后也是从那之后开始有一些就是拍电影然后拍戏的一些经验。那我觉得从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过去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很容易压抑自己情绪的人。那我觉得当你情绪压抑的很久之后，你其实有时候会感受不太到自己的情绪。然后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就是从那之后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就不会就是很着急的去把它压下去，而是去感受这份情绪，然后去思考说我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情绪。靓丽的外形跟一般台湾观众就是很主流的那一种，就是常常会在角色上面可能被塑造成好像白富美。譬如说他在《萧瑟情人节》里面的形象，其实是很多数台湾观众对他的第一印象，但他本人其实跟那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一开始我在接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思考说，怎么样让黑佳佳这个人，甚至让黑佳佳这3个字变成是一个 IP。那如果他要变成 IP 的话，我们要赋予他，或者说他的哪一些形象，其实还是应该被强调的。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想办法去改变，或者说想办法去调整他的标签，让白富美跟可爱这件事情可以慢慢的被淡化，然后反而让老师的形象，让黑佳佳代表围棋、代表教育这个形象慢慢被强化。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接演角色，或是不管是我们在跟任何经纪公司开会，或是跟任何媒体在做采访的时候，我都会很刻意的，就是把黑佳佳变成佳佳老师，然后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叫佳佳老师，然后他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佳佳老师。我们请到的秀员王牌就是我们的佳佳老师，还有我们的肖老师，掌声鼓励！无力回天的时候再用，有可能10个肖老师也没办法。所以你可以用这几个都可以用，就这上面都是2个体力，然后1个体力，这3张都可以用。Joanne, a passionate Go enthusiast, has recently redirected her efforts towards advocating for the game. She aims to challenge the public's stereotypical views of Go and discover innovative ways to nurture her connection with the game. 其实职业棋士就跟运动员一样，都是有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年龄。那现在到我这个时候，其实我会更多的把重心就是放在推广围棋呢，还有围棋教育上面。我觉得是算是换一个方式，就是继续跟围棋一起作伴。其实从我开始当职业棋士之后，就有意识到，其实大家对围棋
普遍的认知并不是那么的高，或者是大家会觉得就是围棋很困难，或者是围棋只有很聪明的人才能够下。但其实围棋的基本规则是很简单的，就是学起来其实是蛮容易上手，只是说易学难精，就是要真的下得好，可能是需要花很多年的一个时间。那我觉得围棋本身它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因为围棋可以帮助我们的专注力，然后也可以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所以我觉得本身学围棋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佳佳小我20几岁，所以我们谈后劲应该是没错，但我很尊敬他。对，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精神很特别，他的成绩还是这么的好啊，他的棋盘上面的比赛的竞争力还是非常的强，然后他自己本身各方面的条件、影音事业都很棒，但他一心一意的就在想说，他到底能够为围棋贡献什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他是真的爱围棋。然后他也想为这个产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感动的。应该是2003年那时候有一个麒麟王热潮，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认识了围棋。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孩童也因为麒麟王而学围棋，但那个热潮大概随着整个台湾的少子化也好，各方面的影响也好，我觉得它是慢慢的退下去了。但是在今天，佳佳她愿意用她的影响力站出来，呼吁大家，告诉大家，其实围棋没那么难。那也可以跟他一样，然后把围棋下好，也可以享受生活。让我们现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底下，大家把思考成为生活的一种新风格，这样一个概念去做个体现，我觉得很棒。所以我也很敬佩，所以我也很开心，甚至于很荣幸。其实我的真实的感受是，这是一个很诚挚的伙伴。要乖，要乖，要乖。可以这样吗？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吗？你浪费了多少钱？We accompany Joanne and her close friend to one of her favorite tea houses to get to know this bubbly and vivacious person better. 一开始我记得是那时候我的公司问我有没有想合作的对象，然后我那时候女生的话只想到佳佳强，对，那时候是因为。我只知道他是下棋的，然后长得可爱，就这样。然后我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因为女生想要认识可爱的女生嘛，对，然后就跟公司讲，然后后来有合作，一起合作拍我的 YouTube 影片这样，对，然后那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很像。你这样在旁边吗？我很难说真心话。你会有压力是吗？没有，我假装没看到。第一个印象，我觉得很像机器人。会生气吗？不会，我有听过这样的评论，就是我下棋的时候，对方觉得我像机器人，因为他完全没有那种缺点，就是很像人的话，可能还 OK 就会休息放松之类的，他没有，永远这样，然后这样，然后我想说，你不会累吗？因为我也是平常应该是日本人的关系，很常被朋友说你这样做不会累吗，或者是什么？但是他比我还像日本人，而且他可能是。因为想要完美的状态出现在大家面前嘛，所以可能他今天没有工作的话，死都不出门。对，但是有时候我不开心或者是我很难过的时候，他还是素颜没有弄头发，随便穿衣服的状态会出现在我的家里，然后陪我到可能半夜。有一次聊到3、4点吧，有，应该有到3点。我已经觉得可不可以回家？就是因为虽然我找他想要听我讲话，但是他真的很会陪我到真的，有时候会觉得你还在哦，你会回家。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关系真的就是因为因为我觉得可爱，所以认识了佳佳强，没想到可以这么的变成，还心友的中文是什么？就是很好的朋友。对，很好的朋友。然后甚至上次有地震的时候，就是我的家里蛮惨的，然后我传给他他
第一时间就问我还好吗？然后我就已经感动了，有人在关心我。然后我传给他我家照片，他冲过来，我就觉得哇塞，你是我男朋友吗？就是很多人关心我，但是看到我的传给大家的照片，会觉得很辛苦还好吗？但是没有人这样冲过来，然后帮我处理，然后觉得真的很感动。Her friend shows us the imprint that Go has left on Joanne, traits like self-discipline, honor, and loyalty. What essence has Joanne absorbed from her experience in Go? 当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一定是我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先去思考说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那这个问题是谁的错？因为当下其实追究这些并没有意义。就像你现在在下一盘棋，你下错了一手棋，你也不可能就是一直在那边懊恼，想说我刚刚为什么下这个棋，我如果下在哪里就好了。但这些其实对于这盘棋并没有帮助。那我觉得就是在人生当中跟工作上面也是一样的，就是你遇到问题，你首先要去想说我要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事后再来看说那以后要怎么避免去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围棋其实它陪伴了我超过20年的一个时间，那我觉得它其实已经算是我人生当中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当然，我觉得我从围棋当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我觉得我最大的学到的一个东西，应该就是永不轻易放弃。刚刚有讲到，就是任何一盘棋下完之前，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其实觉得在工作当中或者是人生当中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事情你不坚持到后面，其实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Joanne Missingham say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Go has taught her is perseverance, because no one knows what might happen until the very last moment. A game that looks like a sure win can be turned around at any time. And similarly,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situation, there is always a chance for a breakthrough. Life and Go are the same. Those who do not easily give up have the chance to win beautifully.